台军目前有立8个特种部队，包括陆军、海军陆战队及宪兵3个特勤队，及陆军海龙蛙兵2栖侦察营、陆军空降部队、海军2栖侦搜大队、爆破大队和水下作业大队。8大特种部队中，陆军梁山、海军陆战队黑衣和宪兵夜鹰3支特勤队是精英中的精英，除了执行特殊任务外，还负责台湾北中南区的反恐，有时还支持警方处理重大事故。今天就让我们讨论一下这3支特种部队。梁山特勤队。说起来，梁山特勤队可能有人不太熟悉，但是说起梁山山鬼，可能有人就会略知一二。梁山特勤队的穿着打扮，在世界特种部队中属于特立独行，给人第一感觉就是一身黑，就连脸上都戴着黑色的防弹面罩，在部队中一眼就能认出来。全身的黑衣加上黑色防弹面罩，使这支部队充满了神秘感和死亡的气息。而山鬼又恰好形容了梁山特勤队的战斗力。梁山特勤队是以原侦察队特勤连乾隆排为基础成立的特种勤务队，并具备突袭、奇袭、快速反应的陆军特种作战部队，主要以执行反劫机、反劫持、反破坏等警备任务。驻地位于台湾梁山附近，所以被人称为梁山特勤队，而官方称呼为高空特勤勤务中队，简称陆军特勤队，是目前台湾唯一一支具备海陆空3栖作战能力的单位，更是台湾最为神秘的作战单位。在1987年台湾盐湾监狱发生集体大规模暴动，梁山特勤队首次与宪兵特勤队、陆战特勤队联手，并迅速镇压了暴动，因此梁山特勤队也首次被公开。梁山特勤队的训练是以阶段性为主，第一阶段是高强度训练队员体能，第2阶段主要是战斗技能培训，之后是高空跳伞和特种狙击训练。只有通过考核后，才会进行第3阶段的专长训练，其中包括水下渗透和山地森林特种作战训练，以及进行高海拔、高寒训练等。而这第3阶段的训练期长达3年。第3阶段训练完毕后，还要与海军陆战队以及2栖侦察大队、宪兵队等多兵种进行联合，编成天龙部队，一同进行模拟作战考试，也被称为天威测考。只有成功通过天威测考，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梁山特勤队员。在装备方面，梁山特勤队的装备更是先进，除了常规装备外，还配备了高空伞降装备，还有可进行水下渗透的潜水装备。面部则搭配了卡弗龙纤维的防弹面具，枪械上的配备是 MP5 冲锋枪、M4 突击枪、M21 狙击枪等武器，另外还会配备夜视仪等特种专用装备。夜鹰特种部队，台湾宪兵特勤队又被称为夜鹰特种部队，它成立于1978年7月3日，是一支驻扎在台湾新北市五股区宪兵训练中心的特种部队。这支队伍里的每个人都身怀格斗技巧，有着人间凶器之称。他们主要任务是负责台湾北部地区的反恐，保护高级官员和外国使节，以及维护国际机场与核电厂等安全，同时还会负责处理重大突发事件。宪兵队之所以又被称为夜鹰特种部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穿着打扮而来。因为该部队成员大多是一身黑衣，携带暗色调装备，外表十分冷酷，眼神就像鹰眼一样锐利，并且实力强横，所以被冠以夜鹰的称号。台湾地区在2002年9月举行了2项特种部队竞赛，分别为关键战力和狙击手竞赛。这2项比赛的含金量相当高，而这2项比赛的总冠军都出自夜鹰特种部队。由此可见，夜鹰特种部队的实力相当强悍。这2次比赛也让夜鹰特种部队稳坐台湾第一特种部队的宝座。另外，夜鹰特种部队同时具有司法警察的身份，所以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长相和数据被公开，这也导致他们的名声远不如梁山特种部队响亮。夜鹰特种部队除了常规训练之外，他们还着重学习擒拿手、柔道、泰拳等技能。最重要的是，夜鹰特种部队狙击实力相当恐怖。由于夜鹰特种部队经常会面临城市等复杂情况，所以
他们必须掌握百发百中的技能。夜鹰特种部队的训练课程也是以阶段训练为主，第一阶段同样是体能训练，第二阶段主要是战斗技能训练，之后是进行高空跳伞和特战狙击训练，并且在通过考核后才能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主要是进行渗透训练和小组攻坚训练，完成全部训练后，夜鹰特种部队还要不间断的魔鬼训练，他们的训练远非常人所能接受。在大量训练之下，夜鹰队员都具有1打5的实力和能力。由于夜鹰特种部队进行的都是秘密任务，所以我们对他的了解知之甚少。夜鹰特种部队在执行不同的任务时，所携带的装备是不同的。首先从穿搭上看，都会穿着防弹作战服、战术头盔、抗噪耳机以及夜视仪。在武器配置上，手枪配备有格洛克17半自动手枪、HK-USP 半自动手枪可供选择。冲锋枪有3种，第一种是台湾自制的 T779毫米冲锋枪，第二种是 MP5 冲锋枪，第三种为科尔特 RO991 冲锋枪，而突击步枪是台湾自研的 T91 突击步枪，而狙击枪是夜鹰部队的标志，他们选用的是 T93K1 7.62毫米狙击步枪。台湾黑衣特种部队，台湾海军陆战特勤队又被称为台湾黑衣特种部队。该部队成立于1980年，驻扎地位于高雄市谷山区寿山营地。队徽是一把剑和闪电，黑底红边，象征着快、准、狠的行动作风。在成立初期，台湾黑衣特种部队一直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后来直到1995年才被公开，是台湾3大特种部队中最神秘的一支。台湾黑衣特种部队主要负责的任务有反恐、处理警方无法完成的艰难任务，以及带训他国特种部队等等。毫不夸张地说，就算在世界特种部队中，黑衣特种部队也属于精英中的精英部队，他们还带训过很多其他国家的特种部队，且被训练过的部队也都成为了世界顶尖的特种部队。由此可见，黑衣特种部队的实力相当强悍。黑衣特种部队选人的标准是十分苛刻的，首先必须是家世3代清白，包括远亲在内都不允许有任何不良记录，这才是最基本的要求。这支部队对身高也有要求，身高必须不得低于170厘米，体重在60到80公斤之内。这几项任何一项不达标的也不行。除了身体硬性要求之外，视力也不得低于1.5，不允许戴眼镜。智商要在110以上，且有良好的沟通与理解能力，还要求必须具有一定的武术功底，最少要会一种格斗技能，同时不能有任何不良嗜好，抽烟、喝酒、纹身、伤疤都不行，并且确定能服役5年以上的人才会被录用。这些基本要求属实有点苛刻。当这些要求都达到以后，留下来的人将会经过12个月的魔鬼训练，在训练过后还要经过严格考核，直到考核结束，你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黑衣特种部队一员。然而，这才只是开始。即使成为黑衣特种部队一员，平时也要进行魔鬼训练，直到这种训练变成一种常态训练。黑衣特种部队的训练分3个阶段，但是与别的特种部队不同的是，这支部队最看重的是队员的品德。在训练中，如果表现出品德不好，即使成绩再好，也会被立即踢出。第一阶段的训练同样是体能训练，每天早中晚各1万米以上的武装跑步或者游泳，另外还要接受武术以及山地训练。第一阶段结束后，也要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者直接淘汰。到了第2阶段，是以射击训练为主，要求必须对各类武器都要掌握，并且熟记于心。另外，还要求射击命中率要达到99%。同样，在第2阶段结束，还要考试，不合格者直接淘汰。到了第3阶段，则是综合加强训练，主要是结合1、2阶段的内容训练。训练结束，考试合格者才能成为黑衣特种部队一员。据统计，黑衣特种部队的录取率低于5%。直到目前，黑衣特种部队参与的行动都是完胜。据报道，在2015年2月12号，在高雄大茶区监狱发生6名罪犯
劫持狱警和管理员事件，并夺取10多把枪械及200多发子弹。事发后，黑衣特种部队参与解救行动，然而罪犯连开枪的机会都没有，就被直接制服。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而现在，黑衣特种部队已经与海军水中爆破大队于2004年一起并入海。使日本如今对于澳大利亚还是心有余悸。为什么澳大利亚会如此痛恨日本？日本又为何会害怕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之所以如此痛恨日军，是因为当时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发动的一场比偷袭美国珍珠港规模还大，却鲜为人知的空袭战，历史上称之为澳大利亚的珍珠港事件。这个远离东亚主战场的军事基地，日军为何如此看重，甚至不惜出动4艘航空母舰、242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对其进行致命性的摧毁？难道达尔文港对于日军的威胁已经大到远远超越夏威夷岛珍珠港的战略压制了吗？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是反法西斯联盟在太平洋战役中重要的战略阵地，也是澳洲通往亚洲的北大门。其主要盟友是美国。当时驻达尔文港的澳军以及美军共计1.5万人。虽说当时达尔文港的防御军事不算完善，但此地远离亚洲主战场，所以安全度相对较高。当时反法西斯联盟在东南亚多个岛屿都布置了军事枢纽点，要么可以切断日军战略部署，对其构成威胁，要么可以快速支援其他战场。而这个达尔文港，它的作用只是相当于后援部队而已，离主战场太远。日军的战略目标我们都知道，就是所谓的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其实就是想称霸亚洲，把亚洲变成其殖民地，进一步掠夺资源。日军之所以对这个看似并不重要的战略要点进行疯狂轰炸，是因为当时日军已经渐渐取得了东南亚的制海权，攻占了绝大部分战略要点，甚至把英军也赶走了。那达尔文港这个曾经反法联盟的后援基地，如今就成了日军背后的一个危险品，必须拔除。达尔文港的空袭不仅没有任何预兆，而且这场轰炸从头到尾都散发着诡异的味道。1942年2月19日早上9点，10架 P-40E 战斗机护送一架 B-17E 空中堡垒轰炸机从达尔文港前往印尼爪哇岛，但由于天气恶劣被迫返航。9点15分，澳大利亚海岸巡逻队发现一群非同寻常的巨大航空编队正以由西北方向向他们扑面而来，随即他们马上给达尔文港军事基地通电。而当时达尔文执勤军官竟天真的以为这是10架正在返航的 P-40E 战斗机，因为那群巨大的航空编队和 P-40E 的返航路线完全吻合。接着噩梦来临了，达尔文军事基地的上空被密密麻麻的轰炸器和战斗机占领，随着而来的是无数的武器朝达尔文港口射去。刚刚返航不久的 P-40E 战斗机见状，试图再次起飞迎敌，然而一切都晚了，3架还没起飞就被摧毁。另外7架是成功起飞了，但当时的飞行员大部分都是不满20个小时的新手，与日军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相比，结果可想而知。不仅仅是日本空军在轰炸，预先开到指定地点的4艘日本母舰也锁定了达尔文港，维持了1个多时辰的轰炸。反法西斯盟军700人和达尔文港口的所有军事设备、战斗机、军舰、商船尽数化为灰烬。澳大利亚人举国震惊，以为日本人就要攻入澳洲岛了，而这仅仅是开始。还没过1个小时，又有一波日军轰炸机袭来，开始了第2轮轰炸。1942年到1943年期间，日军对澳大利亚的轰炸林林总总多达100余次。这个远离日本战略进攻区的澳大利亚，也逃避不了战火的波及。更让澳大利亚人无法原谅的是，在新加坡战役后，日本人要求英澳战俘去修死亡铁路。1941年珍珠港轰炸的同时，日军大举拔除同盟军在东南亚的战略据点，其中就包括英澳联军在新加坡的同盟军基地。新加坡殖民地是当时大英帝国皇冠上的一枚小宝石，最初由英国将军亚瑟·波西佛镇守这副树之地，这也是日本进攻新加坡目的所在。因为截止当时，在中国战场中，日军的战略储备只够用3个月了，所以日军必须通过开辟东南亚殖民地来获取战争资源。12月8日，在日军突袭珍珠港的同时，也展开了对东南亚同盟军殖民地，包括美属菲律宾殖民地、英属马来亚殖民地的战事。日军兵力仅4万人，加上150多辆坦克，以及配备370架飞机，远没有英澳联军的势力多。但就是在如此优势下，由于英军统帅的错误指挥，被日军打了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这直接导致了马来失守，英军由此从马来退守新加坡。而又在这关键时刻，由于当地最高英军统帅帕西瓦尔对日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导致日军得以顺利从西边遍布灌木和沼泽的不利于行军的地带登陆。这个西北海岸的登陆点，正是澳大利亚部队所防守的。
西线突破后，日军才从新加坡东北方的开阔地方登陆，于是与澳大利亚的主力部队展开了搏斗。澳军起初占优势，但当该旅长听说西岸已被日军突破，且已经打进新加坡市区的时候，竟因为怕死而违抗命令，擅自率部撤退。新加坡要塞的第一道防线就是这么被澳军拱手送给了日军。渐渐的，日军占领了整个新加坡，因澳军成为了日军的俘虏，数万名同盟军遭遇惨无人道的对待，并且日军把绝大部分战俘押送到泰国，去修理连接缅甸和泰国的铁路，以完成战略物资补给。死亡铁路所在区域位于泰国北壁府西部地区，是气候炎热且瘴气肆虐的荒无人烟之地。日军用武器逼迫战俘们没日没夜地修葺铁路，而且对于食物的饮水供给极少，进度慢了就用鞭子狠狠抽打。400多公里的铁路周围随时都有战俘死去。据统计，原计划6年完工的铁路，在此种情况下仅用了17个月便完工了。因修葺死亡铁路而死亡的战俘人数超过10万，其中澳大利亚2815名无一生还，再加上新加坡战争刚刚结束时，死亡人数已经无法统计。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梁子算是结下了，而且是血海深仇。然而，当时日军已经成为了东南亚海上霸主，英美两军不得不被迫转入防御阶段。但由于日军战线拉得太长了，再加上日军急于求成和冒失指挥，日军的防御体系并非牢不可破。直到1942年4月18日，美国杜特尔特中校命 B-25轰炸机空袭日本东京，实际损失虽然不大，但这给日本人，尤其是日军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撼。这也是美国2战的首次胜战。紧接着，在5月3日起为期5天的珊瑚海战役中，美军遏制住了日军的攻势。日军为了全歼美军在太平洋的航空母舰舰队，在6月3日，日本海军出动的舰艇350艘，飞机1000架，兵力10万，几乎是把联合舰队的家底都掏出来了。然而战役失败，自此日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到了1943年，日军渐渐失去制海权，海域被同盟军牢牢把控，日军先前占据的战略要点变成了一个个孤立无援的死亡囚笼。直到1944年3月30日，新几内亚战役的打响，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复仇的机会来了。当初日军在取得制海权的时候，把包括不列颠岛屿和拉包尔在内的机场和海峡建设成了南太平洋极其重要的海空基地。而当时面临着2大威胁，一个是澳大利亚，另一个则是新几内亚军事基地。在经过日军高级军官的多次商讨，日军决定不进攻澳大利亚，而选择攻击澳大利亚东北部的世界第2大岛屿新几内亚岛。日军企图把澳美盟军在南太平洋最重要的战略枢纽变为自己的战略基地。除此之外，新几内亚还是拉包尔最坚韧的一道防线，所以日军一直不断地往新几内亚岛增兵。可日军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个曾经是同盟军在太平洋中最肥也最难啃的一块肉，最终导致近20万日军的命丧于此。这也是同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中由守转攻的一个重要节点。8月17日，在经过美军第5航空大队的大规模轰炸后，终于摧毁了日军航空的有生力量，进一步夺得新几亚内的制空权。澳美联军在美国海军的掩护下，成功登陆新几亚内重要据点莱城东面。于次日，在莱城西面登岛的美伞兵团夹击莱城，经过20多天的猛烈攻击，莱城9000多日军弃城突围，向北部山区逃遁。此刻围绕着新几亚内的日军强力据点仍有多个。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军名将麦克阿瑟上将创立了著名的蛙跳战术，分2方面，一方面把一些日军残兵逼向其重要据点，另一方面采取佯攻策略，以迷惑日军，找准机会越过日军强力据点，利用相关岛屿做跳板，以此突破拉包尔的右翼方线。澳美采取蛙跳战术，西进了1800英里，终于到达了新几内亚最后一个据点鸟头半岛。多股敌军被孤立的同时，美澳军也沿着新几内亚岛建立了一系列海空军基地，切断了新几亚岛敌人与外界的联系。此刻新几内亚岛已被封锁，但无法攻入岛内，因为岛内维瓦克地区有将近20万日军，所以美澳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战术。日军得不到补给，最后终于撑不住了。97%的日军在这场战争中丧命，日本选择了投降，而澳大利亚人的怒火无疑把日军心中的恐惧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澳大利亚强烈要求惩治战犯。据统计，澳大利亚在当时处决了包括日本天皇裕仁在内的140名乙丙级战犯，是同盟国中最不留情面、处决战犯最多的一个国家，又被美军的武器击沉，创造了世界最短命航母纪录，沦为世人的笑料。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建造信浓号？为何耗资上千亿却不堪一击？接下来阿乔就为大家讲述史上最短命航母日本信浓号。1942年，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大败，损失惨重，引以为豪的4艘重型主力航母全军覆没，从此日本海军一蹶不振。此后的时间里，
随着日本联合舰队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日军主力航母及其重型舰船几乎损失殆尽。考虑到海上作战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移动作战平台，日本海军决定加紧建造新的航空母舰。信浓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然而，信浓号一开始并不是以全世界最大的航母为目标建造的。当时的日本经过多年的战争，各种物资都已经被消耗殆尽，根本无力建造全新的航母，只能从现有的半成品船体中挑选一个改建成航母。最终，日本海军在翻箱倒柜的搜遍全国后，选择了已经完成50%的信浓号改建成航母。建成后的信浓号预计满载排水量将达到恐怖的7.2万吨，舰长266.6米，宽38.9米，高18.92米。从远处看的话，就像是一座小岛。最大载机120架，舰员2400人，配置主锅炉12组，蒸汽轮机4台，最大马力为153000匹，可以说就是一座钢铁堡垒，海上巨无霸。其实信浓号一开始只是作为大和级战列舰的3号舰建造的，也不叫信浓号。直到1943年，日本海军名将山本56倒在战场上，因为他的家乡在信浓川，于是以他家乡命名。中途岛海战中，日军曾经引以为傲的战略舰在这一战却表现得非常废物，致使惨败。战后日军痛定思痛，决定放弃打造新的战略舰计划，集中资源建造航母。于是信浓号被选中于1942年9月重新动工，目标是改造为世界上最大的航母——信浓号航空母舰。作为二战时期日本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航母，其改造过程可谓是曲折坎坷。在日本海军经历所罗门海等一系列海战后，日军损失惨重，所有舰船破破烂烂，原本用来建造信浓号的各种资源都被拿去维修那些受损舰队，于是信浓号的改造因此被迫停止，完工时间也变得遥遥无期。然而到了1944年6月底时，日本海军却突然下令，要求信浓号必须在半年内完工，因为日本此时在经过马里亚纳海战后，已经连一艘主力航母都没有了，就算是赶鸭子上架，也要把信浓号造出来。为此，日本军部还对负责信浓号建造的横须贺造船厂的高层下达了死亡通牒，说如果信浓不能在年底前完工，就将他们以叛国罪论处。于是本来预计还要1年半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却必须在5个月内完工。这种要求即便是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都难以做到，更何况如今材料、图纸、零件什么都没有，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没办法，如果不能如期完工，所有人都要掉脑袋。于是横须贺造船厂的高层们只能硬着头皮开工。然而除了资源不足外，建造信浓号的工程中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了尽快完工，日本军部决定将信浓号建造作为日本最优先的项目，并提出口号“造信浓就是救日本”。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征集造船工。然而因为日军前线兵力不足，许多造船厂的年轻工人都被征调到前线参战，留在造船厂里的只剩下一些老人和临时找来的高中生、初中生。这些人空有一腔热情，却连基本的技术都没学过，各种性能检测往往是一笔带过，不求质量，只求完工。在这种工作态度下，信浓号的建造就完全变成了一个豆腐渣工程，经常出现各种事故。比如在1944年10月5日，信浓号第一次试水时，就因为一位船工忘记注水，导致船闸脱落，信浓号因此大量进水，船体在剧烈摆动下撞击物壁，船首与船体的龙骨随之断裂，造成多人落水。然而即便有如此多的隐患，日军也没有打算放缓信浓号的建造速度，因为此时以美国为首的盟军部队已经控制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日军的联合舰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急需新的航母投入战场，以改变战场的劣势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军部再次下令加快信浓号的建造，并且指示造船厂放弃无意义的舰船装饰建造，而是追求高速度。在只要速度不要质量的标准下，1944年10月8日，信浓号竟然真的提前建造完成了。不过各种内部设施就能省则省，防毒气隔间被取消了，最关键的水密舱也是形同虚设，密闭性不合格不说，甚至很多连舱门都没有，排水系统也是不存在的，不仅气动水泵一个都没有，就连手动水泵也没有，排水管也是东拼西凑。真要是信浓号在战斗中受损进水，那船上的全体日军就只能边舀水边跟着船沉下去了。但是此时日军也无暇顾及这些问题了，美军为了削弱日本海军的再生力量，每天都派遣大批轰炸机轰炸建造信浓号的横须贺造船厂，大量船坞设施因此被毁。为保护信浓号航母完成服役前的最后准备，日本军部下令将航母开往武港造船厂做最后检查。1944年11月27日晚，二战史上最大的航母日本信浓号开始了它的第一次航行，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航行。此次信浓号搭载着2500多名日本海军官兵出海前往武港，
但上面还没有配置火力武器，全程的安全均由冰封、疾风、雪峰3艘驱逐舰负责。刚刚行驶没多久，负责护卫的疾风号驱逐舰就发现有一艘美国潜艇潜伏在附近。这艘潜艇名叫涉水鱼号，是美国的明星潜艇。当时涉水鱼号奉命渗透入日本沿海，已经在这片海域航行了很久，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猎物。现在终于有条大鱼出现了，一艘世界上最大的航母。危急时刻，信浓号立刻收缩阵型，放弃原有的自行行进路线，转而开始直线航行，试图以高速优势摆脱美军潜艇的追击。当时涉水鱼号潜艇的最大航速只有18节，而信浓号的航速却高达25节以上。眼看信浓号跑得越来越远，涉水鱼号都开始打算放弃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全速航行几个小时之后，信浓号已经不堪重负，一根主轴突然发生了故障，导致航速迅速降低到15节。发现信浓号减速之后，涉鱼号全速航行，终于在1944年11月28日凌晨再次追上信浓号。正当美军在考虑如何击沉这个巨无霸时，信浓号却突然莫名其妙地转向自投罗网，进入到涉水鱼号攻击范围内。原来涉水鱼号的雷达被日军侦测到了，日军以为自己中了美军潜艇群的埋伏，于是决定转向。巧合的是，信浓号转的这个方向正好将自己送到了涉水鱼号的射程下。虽然想不明白日军在搞什么名堂，但机不可失，涉水鱼号立即发射鱼雷，而且还一口气发射了6枚鱼雷。这6枚鱼雷中有4枚命中信浓号，船身当场被撕开一个10米长的大口子，海水立刻涌进信浓号。涉水鱼号紧急下潜到400英尺的潜水极限躲避攻击，随即高速脱离了战场。本来像信浓号这种舰体庞大、装甲防护能力充足的巨无霸航母，挨了几枚鱼雷并不是什么伤筋动骨的大事。船体进水也只要关上水密舱舱门，然后打开水泵把积水排出就行了。但不要忘了，就像之前所说的，信浓号在建造工程中一直偷工减料，水密舱和水泵全都是摆设，根本阻止不了进水。在被击中后，担心有其他舰艇继续攻击，日本海军下令全舰以18节的速度高速航行，同时对航母进行排水。然而，当船员关闭水密舱舱门时，才发现门和门框之间居然有2厘米的缝隙，而且信浓号原本安置的12台蒸汽锅炉中，只有8台可以正常工作，速度根本提不起来。再加上一车毫无经验的船员，信浓号的沉没已经是命中注定了。海水一直在信浓号舱室间蔓延，但信浓号舰长置之不理，继续航行。50船体倾斜，80动力舱瘫痪，90航母失去所有动力。10点18分，舰长下令弃舰。30分钟后，信浓号沉入海底，船上的2500名左右的官兵与工作人员，仅有1100名左右被救起，其他人员全部丧生。这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母仅仅进行了17个小时，便被一艘潜艇喜剧性的击沉，而涉水鱼号也只知道自己击沉了一艘航母。美国总部也半信半疑，他们不相信一艘潜艇能够击沉有3艘驱逐舰护航的航母，直到战后才被证实。日本从此诞生了一个世界纪录，建造了2战最大又最短命的航母。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母，信浓号建造周期超过了1600天，造费高达2800亿日元，却在出港后仅17个小时就被鱼雷击沉，日本成了全世界的笑话。其实，即便日军真的建成了信浓号，也是于事无补。在当时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节节胜利的背景下，即便是在强大的武器和装备，也只能和日本军国主义一起走向毁灭，成为历史的尘埃。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点点关注。对于信浓号航母，各位看官有何高见，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会。